有一个女孩在19岁时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头部受伤导致智力下降了2个标准差。医生认为她无法完成本科学业。车祸之后，别人都在劝她找一个简单的工作，不要钻牛角尖。女孩也一度怀疑自己，但好在没有放弃。她花了8年时间完成了本科学业，最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还到哈佛大学做了教授。女孩名叫艾米卡蒂。他在 TED 一期名为《肢体语言塑造你自己》的演讲中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并提出了自己成功的秘诀：先假装成功，直到成功为止。我知道小伙伴们看到这个秘诀肯定会质疑，这个方法确定有用吗？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们接着往下看。卡蒂虽然在哈佛商学院，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心理学家，专门研究 body language， 也就是肢体语言。他发现我们喜欢通过肢体语言来评判他人，反过来也一样，我们也会因为自己的肢体语言成为被评判的对象。比如当我们在学校或是公司做演讲时，姿态放松，多不自然，面带微笑，与大家有眼神交流，大家会觉得我们自信，充满活力，给人舒服的感觉，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身上，觉得我们演讲内容很有趣，值得一听。而假如我们身体僵硬，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眼睛只会看下面或者前面，仿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们的听众一定频繁走神，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我们会关注肢体语言如何影响别人对我们的判断和我们对别人的判断。而进一步，卡蒂教授也发现，我们同样也受自己肢体语言的影响。比如我们在高兴时会微笑，反过来用牙齿咬一支笔练习笑容时，我们也会感到开心。这说明非语言表达和心理是相互影响的，心理状态会影响我们的肢体语言，同样肢体语言也会影响心理状态。当然，没有经过实验的结论都是耍流氓。卡蒂教授通过实验证明了这一点，让人们维持充满力量和没有力量2种姿态，持续2分钟。第一种是充满力量的姿势，站立双手叉腰或者身体前倾，双手按住桌子的姿势。第二种是无力的姿势，坐下双手交叉，就像这样，试图让自己变得小一点。实验发现，有力姿势的保持者，只是短短2分钟的姿势改变，就变得更果断、更自信、更乐观，而且抗压能力也是直线上升。相比无力姿势的保持者，同样是短短2分钟，心理状态的变化是完全相反的。卡蒂教授解释说，生理上关键的2种荷尔蒙是睾丸酮和可蒂松。睾丸酮是主导荷尔蒙，可以让人更有力量，而可蒂松则是压力荷尔蒙。保持有力姿势的受试者，主导荷尔蒙上升 20%， 压力荷尔蒙下降了 25%。保持无力姿势的受试者，主导荷尔蒙下降 10%， 压力荷尔蒙上升了 15%。所以肢体语言影响了我们体内荷尔蒙的变化，从而影响了我们的心理状态。但是你可能会再次质疑，这是一个短时间的实验，2分钟对人生能有什么影响呢？卡蒂教授同样做了另外一组实验来打消我们的质疑。实验是这样的，一波受试者分别保持有力或无力的姿势2分钟，然后参加5分钟高压面试。面试官受过培训，不会给任何非肢体反馈，几乎面无表情地看着你，这可比刁难诘问更难受，这可以大大激发受试者的压力荷尔蒙。然后另外一波参与实验者会在不知前提的情况下观看录像，然后决定他们想录用哪位面试者。实验结果，保持有力姿势的人更容易被录取。因此它向我们证明了，当我们真正面临压力巨大的社交场景时，比如工作面试、演讲、开会发言等等，保持有力姿势真真切切的可以带来更好的结果。所以如果你想改变自己，就从一个小动作开始，摆出一个非常有力量和自信的姿势，假装自己已经成功了，2分钟后这个姿势可以改变你的心理。卡蒂教授总结，假装成功直到你真的成功。这背后的道理其实就是自证预言，用武志红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常说的那句话可能会成为他自己的生命预言。我们的外在人生，也就是命运，常常是我们的内在意识花了很多年去推动的结果。如果你想改变自己的外在命运，就必须改变自己的内在意识。注意你常说的那句话，它们可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其实我觉得对这个结论最好的诠释并不是实验，而是卡蒂教授本人。为什么这么说呢？视频开头星河也提到卡蒂教授的遭遇，他花了8年时间才完成了大学毕业，而普通人只需要4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读研1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觉得自己配不上这里，觉得自己的智商在这种人才济济的地方简直就是滥竽充数。有一次公开演讲考验，演讲前夜他害怕极了，他觉得自己的低智商会在演讲时被拆穿，所以他打电话给他的老师说，我想放弃了。听到他这么绝望，老师对卡蒂说了这一段影响他一生的话。老师说，你不能放弃，我把自己的全部赌注都压在了你身上，你要留下来，你要做的就是假装，被要求的每次演讲都要去做，你要骗过所有人，你要不停地做演讲，哪怕怕得要死，全身瘫痪，灵魂出窍，也要坚持做，直到有一天你发现，天哪，我在做这件事儿，我变成了这个样子，我在真正的做这件事儿。他听从恩师的话去做，5年后他从普林斯顿顺利毕业，进入了哈佛大学。曾经很长时间他都在想，我不属于这么顶尖的高等学府，但是现在他不再有这种感觉了，因为他假装的成功变成了真实的成功。
哈佛幸福课有句话，没有比成功本身对成功更好的催化剂。想一想你有什么目标，然后请给自己2分钟时间，用你最自信最有力的姿势去告诉自己，我已经成功了。我们可以经常用假装成功的方法去刺激自己的大脑，不断的迭代和强化。当我们把这个信念融入骨髓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蝴蝶效应般神奇的力量。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年轻的时候总有一种错觉，年轻就是资本，无论自己怎么造，身体一定能支撑我干翻整个世界。于是拿着3000块的薪水，干着996的工作，白天在公司里释放激情，晚上在游戏上发挥余热，饿了垃圾食品充饥，累了咖啡红牛续命。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造。结果现在刚30出头，世界没干翻，自己的身体先被干翻了。头顶的秀发已为数不多，性感的肚腩也逐渐圆润，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20岁生猛犹如程咬金，30岁柔弱堪比林黛玉。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今天咱们聊聊年轻人的身体是如何一步步被毁掉的。一，又臭又长的工作。要说对身体伤害较大又躲不过的元凶，那一定是跟老奶奶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的工作了。白天12个小时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儿，时不时还被老板骂几句，身体受到多少内伤你根本想不到。有一项研究显示，工作倦怠会让大脑中负责产生情绪的杏仁核变大，同时它与前额叶皮层的连接减弱。前额叶皮层负责高级认知、情绪调控等功能，所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有时候一忙起来，看谁都不顺眼，恨不得连老板都干，就是这个原因。当然，工作倦怠可不只是让你心情变差这么简单。希腊心理学团队对倦怠文献进行整理，在符合纳入研究标准的15项研究中，有13项研究表明，倦怠影响人们的认知功能，它会导致创造力、专注力、记忆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全面下降。长时间工作导致效率降低，效率低又延长了工作时间，简直又是个死循环。另外，高强度的工作一定对应着高强度的压力，这比工作本身对身体的摧残更大。在压力状态下，身体的肾上腺会释放与压力相关的激素，比如肾上腺素，它会促使新陈代谢的方式发生变化。当免疫系统长期超负荷运转，就会引起炎症。本来炎症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感染，但如果炎症持续时间比感染时间更久，它就没办法帮我们抵御感冒等疾病了。这也是很多小伙伴工作劳累容易感冒，得了感冒又不容易好的原因。2，长期缺乏睡眠。睡不好最直接最明显的影响就是记忆力变差。上学那会儿我就发现，考试前一天我熬夜抱佛脚，第二天大脑啥也不剩，还不如直接摆烂。由于白天大脑接收的外界信息都被存储在海马体这个临时仓库，海马体的容量有限，满了就塞不下新信息了，只有到睡觉的时候，这些临时存储的信息才会被转移到长期存储的信息层。所以说，要想学好，得先睡好。跟工作压力一样，睡眠也会影响免疫系统。有个实验是这样的，150名健康的男女先被检测了1周的睡眠情况，然后根据睡眠时长分组并隔离。接下来往他们每个人的鼻子里喷感冒病毒的活病毒培养物，当然这征得了他们的同意。结果睡眠少的那组人感染率为 50%， 正常睡眠的人只有 18%。 而且即便接受了流感疫苗注射，缺乏睡眠的人的免疫反应也比正常睡眠的人低了 50%。 更糟糕的是，这些人补觉2到3周也没办法产生完全的免疫反应，也就是说一旦错过了睡眠益处，就很难通过补觉来弥补了。YV Sleep 提到，每晚只睡5个小时的男性，他的睾酮水平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老15岁，精子数量也比正常睡眠的人少 29%。 长期睡眠不足的女性生育能力低下的可能性甚至比普通女性高 80%。 你看，睡不好不仅影响这一代，还影响下一代。3，不计后果的饮食。估计很多小伙伴跟我一样，忙了一上午工作，就特别想吃点辣的、甜的、高热量的东西，因为它们能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内啡肽等激素，让我们觉得很爽，但同时它们也在摧残我们的身体。就拿油炸的薯片、薯条来说，它没法提供维生素 B12， 会导致贫血和疲劳；没法提供钙和欧米伽3脂肪酸，导致骨质疏松和免疫系统衰弱。
过多的盐和反式饱和脂肪酸又会让你有患心脏、肾脏和肝脏疾病的风险。面包糕点也是很多白领下午茶的首选，但这些高淀粉食物消化的特别快，大量的葡萄糖进入到血液中，血糖水平也就迅速飙升。然而过一会儿，血糖水平又急剧下降，导致你想要摄入更多的糖。平常点的外卖就更是满满的科技与狠活了。麻辣烫的汤，你真的以为是骨汤熬制的吗？用骨汤膏都已经算是良心商家了。相信鱼丸有鱼，肉丸有肉，更是跟相信老婆饼里有老婆一样天真。盖浇饭用的大米差就差点，至少是这2天现蒸的，但上面的浇头用的是什么时候的调理包，就真的说不好了。不注重饮食的危害跟抽烟一样，不存在哪一根让你生病，它是一点一点的积累，最终量变引起质变。而且你可能不知道，食物的慢性中毒是癌症诱因的第2大元凶。4. 慢性的社会压力。在现在这个优质资源相对短缺、价值导向同质化严重的社会，很多人是打娘胎开始，从小卷到大，求学、就业、结婚、育儿、养老。虽然每个人都像是写好了程序，但没有一项是可以不出 bug 轻松运行的。几十年如一日的慢性压力，让你长期处于应激源的刺激状态下，给精神和身体带来双重折磨。当人处于压力状态下，身体的内分泌系统就会紊乱，释放压力激素皮质醇。皮质醇是身体在突发情况下搬来的救兵，它们拉响警报，让身体进入戒备状态。这个时候心跳加速，血压血糖升高，防御系统超负荷运转。如此一来，身体的其他部门，比如消化系统、免疫系统、心血管系统的工作就会受到影响。短期的急性压力，戒备解除后，身体很快就恢复平衡了。但如果长期处于压力状态，就会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结果，就像是人们都去前线打仗了，也没人种地了，也没人做生意了，整个社会体系都崩溃了。其实咱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发现，压力大的人更容易失眠，得一些慢性疾病，衰老的也更快，这些都跟体内皮质醇水平较高有直接关系。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即便你再年轻，身体再好，不出几年也跟现在的我一样，站一会儿就累，走2步就喘。30岁的年龄，60岁的身体。之前有报道指出，中国70%的人都处于亚健康状况。如果这个数据是真实的，那上面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真的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第一波新冠刚走，第2波有悄然来袭，每次都给我们敲响了一次警钟。大家也逐渐意识到，对健康的关注不能靠病毒的一次次警告，而应该融入到意识和习惯中。接下来咱们就聊聊让身体保持健康的秘诀。1. 多锻炼，多活动。我发现锻炼是一件刚开始要多苦有多苦，但坚持下来要多爽有多爽的事儿。运动的时候，大脑会释放很多化学物质，比如内啡肽，这种激素能给我们带来愉悦感，同时也能让注意力更集中，改善情绪，提高记忆力。坚持6周，你体内的线粒体能增加到50%，它能把碳水、脂肪、蛋白质转化成肌肉所需的能量，你会感觉耐力提高了。坚持半年，你发现自己最大摄氧量提高了25%，它代表了身体把氧气运输到肌肉，用于合成能量的速度，也是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1年之后，你的骨密度变高，这会减少骨质疏松的风险，而且你还能发现头疼脑热的小毛病也减少了。当然，大家每天都很忙，不用担心，你不用每天挤很多时间。根据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的建议，每周只需要2.5小时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快走或骑行，或者每周1小时15分钟的高强度锻炼，比如跑步或者游泳。按这个标准，每天半个小时就够了。咱们打把游戏、刷会儿视频也不止半个小时，对吧？2. 吃点健康的。地中海饮食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最健康的饮食习惯。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把它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核心是高纤、高钙、抗氧化，按不同的频率和分量来分配各种食物的摄入。比如以橄榄油作为脂肪的来源，每天吃谷物坚果和蔬菜水果，每周吃适量的鱼和乳制品，像红肉、甜品，偶尔吃1次就好了。3. 睡不好如何补救？
先问小伙伴们一个问题：假如你可以看到你的未来，但是没办法改变未来，你看到你毕业工作、结婚生死，每天周而复始，在无意义的重复中跳不出来，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你会怎么办呢？下面3个选项，把你的选择打在公屏上。1. 自己先了结自己。2. 放弃治疗，得过且过。3. 偏不信邪，活出精彩。你可能会觉得选择1的人太偏激了。事实上，中国每年有25万人用这种方法结束无意义的人生，未遂的人更是高达200万人。选择2不失为一个佛系方法，因为绝大部分人的一生都是如此。既然这样，倒不如该打工打工，该干饭干饭，躺平就好。选择3是少数人对无意义的人生发起的奋力反击。生命没有意义，那就赋予其意义，自己做主，一定要活出精彩和价值。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也确实有点深奥。阿尔贝·加缪的《西西弗神话》是加缪在自己29岁时对人生意义的思索。这本书可以说是加缪的个人随笔，但却成为20世纪西方文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哲学随笔。加缪作为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很多代表作品都脍炙人口，《局外人》《鼠疫》等都为我们所熟知。他也在1957年成为法国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看的这本是读客文化出版的《加缪之女》亲笔推荐，当然最主要的是书中有思维导图和万字导读，看起来不至于太吃力。聊这本书，我们还是要先从一个神话故事说起。西西弗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是个足智多谋的国王，但因触犯了众神，被要求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这个看似轻松简单的惩罚却暗藏玄机。由于巨石太重了，每次未上山顶就又滚下山去，前功尽弃，于是他只能永无止境地重复着。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严厉的惩罚了。西西弗的生命就在这样重复无意义的劳作中慢慢消耗殆尽。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西西弗的影子？我们的生活何尝不是不断推石上山的过程？自求学开始，我们就跟其他孩子一起学习、考试、再学习。上了大学，以为自己站在了山顶，但毕业后又跟其他求职者一起竞争好的公司和职位。成家之后，你会发现婚姻、育儿都需要从头开始经营。随着孩子一点点长大，他们也重复着我们的人生。我们一次次走到某个阶段的终点，又一次次回到另一阶段的起点。一天、一年、一生都是如此。这一过程与西西弗所受的惩罚惊人的相似。我们一无所有的来到这个世界，经历了几十年的重复生活，再一无所有的离开。人生仿佛不仅没有意义，反而充满荒诞性。不过我们似乎很少像开头那样，作为一个旁观者，像看电影一样去看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沉浸在这个游戏中，却没有向游戏的幕后黑手提出为什么的质疑。为什么18岁推着学业这块巨石上山？为什么28岁推着家庭这块巨石上山？为什么38岁推着事业这块巨石上山？为什么68岁上炕都费劲了，还要推着养老这块巨石上山？西西弗神话在第1章就确定了人生无意义的荒诞性，也对这个无意义的游戏提出了质疑。但质疑之后呢？是继续起床上班、吃饭睡觉，还是像选项1那样了结了自己呢？当我们身在此山中的时候，不会觉得有问题。一旦发现了问题，而且无力改变时，焦虑、绝望就会随之而来。当然，如果仅仅发现了人生的荒诞这一现象，加缪就不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加缪说，确认生命的荒诞性绝不可能是一个终点，而恰恰是一个开始。书中探讨了荒诞与自杀这个哲学问题。自杀在一定意义上，如同在情节剧中那样，就是承认自己跟不上或者不理解生活了。加缪提到的自杀有2层含义，一个就是我们了解的那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另一个是哲学式自杀。通俗点讲，就是把宗教信仰当作自己的精神寄托，而这2种方法无非是肉体上和精神上的逃避，这对明智的西西弗来说都不可取。那什么才是反击荒诞人生的正确姿势呢？诸神设定惩罚的目的，就是要看西西弗在无尽重复的劳作中迷茫、痛苦、绝望。每一次推动巨石紧绷的肌肉，每一次追赶巨石紧张的奔跑，每一次追寻希望而不得，空虚的内心都是诸神肆意发笑的点。但西西弗依然没有让他们得逞。推石上山当然没有意义，也无需去寻找意义，因为意义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西西弗创造的意义存在于踏实踩下的每一个脚印，存在于努力洒下的每一滴汗水。推石上山这场搏斗本身便足以充实一颗人心。创造意义似乎不是一个新词，但第一次有这么深的感悟。人生这趟旅程，我们都在赶路，却很少有人去感受路。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是对人生意义的探索，但如果没考上，没找到，人生就没有意义吗？这个过程，我们一直被非黑即白的思维禁锢，同时也用目标的完成度来衡量自己的努力程度。
过于在意结果会让自己很累，没有达到山顶就落下的巨石，也会让你没有勇气去面对下一次上山的过程。如何让无意义的人生变得有意义？加缪提到了3个关键词：反抗、自由和激情。什么是反抗？你可能会说打碎巨石，但毁掉自己的使命其实是一种逃避的表现，所以也不可取。加缪提到，接受人生中的荒诞，与荒诞共存就是反抗。看似矛盾，但这是反抗众神最有效也是唯一的手段。逃不掉的宿命，用坦然的态度去接受，就是对荒诞人生最大的反抗。鼠疫的主人公李鄂日夜奔波，不辞辛劳地与疾病搏斗。他深知医学的力量有限，难以消除鼠疫，但他依然忠于职守，医治病人，控制鼠疫继续流行。这一过程如西西弗推石一样，坚忍专注，无所畏惧。为生命赋予何种意义是我们的自由。我们所理解的自由更多的是财富自由、时间自由。等我有钱了，我要炒掉老板，想去哪就去哪，想买啥就买啥。但我们在追寻财富自由的过程，也是被束缚的过程。而且我们都知道，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你爬上山顶的那一刻，还会想要爬上下一座更高的山。所以，你真正能感受到自由的时候，并不是通过身外之物来衡量的。书中的自由是一种回归自身，摆脱所有身外之物的自由体验。人生拥有无限可能性，就看你如何去定义自己的人生自由了。专注当下，忘记明天，就会产生想要探索一切的激情。一切目的性都会有压迫感，一旦没有达成，会极大的磨灭你的激情。举个例子，为了考试而学习，结果考试因为紧张而发挥失常，然后觉得自己脑子笨，学不好，恶性循环。我们换个思路，学习没有目的，这是当下该做的事儿。我就专注于每一节课，每一道题。考试只不过是一个山顶而已，巨石还会落下，何必在意某一次的结果？我们该关注的不是未来的某时某刻，而是现在的此时此刻。现在的每一步都可以被赋予意义。激情只有源于自身，而不是目的性，才会更持久和牢固。人生有意义吗？没有，但正因如此，才更值得经历。加缪揭示出人生荒诞的同时，却不绝望和颓丧，并主张用反抗、自由、激情的方法赋予人生意义。这本书或许能给焦虑、迷茫的人一个打开人生的正确方式，所以很值得2刷3刷。被别人的话冒犯了，你怎么办？生活中总有一些人说话阴阳怪气，可能是拐弯抹角的嘲笑你，也可能是口无遮拦的贬低你，总之让人听了浑身不舒服。但是这些话往往还都是话里有话，表达的真正意思并不在字面上，就他们好像在恶心你，但你又证据不足。这个时候如果你直接发火怼回去，多少有点有失体面，但忍气吞声选择沉默，好像又咽不下这口气。其实如果对方只是说话不过脑子，他们不会经常冒犯别人，而且在意识到自己的话不妥时，会主动圆回来。这种情况忍一忍倒也无所谓，怕的是一些人毫无边界感，强势刻薄，就是喜欢看别人出丑。这种情况你越是退让，他越是过分。今天咱们就聊4种优雅回怼对方的说话公式，见招拆招，用回话的艺术让对方自取其辱，不敢再犯。别人在评价你的时候，不管是夸你还是损你，他们都把自己当成是一个裁判，用自己的规则来判断。这个时候无论你是反驳还是承认，其实都改变不了他的判断标准，特别是在一些两难的问题上，怎么做都不妥。这个时候你需要改变他的角色，把他从裁判变成你的队友，这样他在损你的时候也顺带损了自己。举个例子，有次颁奖典礼上，曾志伟这么评价黄渤，大致意思是，通过你我才知道我不适合在荧幕上唱歌，只能当个主持人，因为顶着一张丑脸唱歌是一件很难过的事儿，是你给了我启发。这话目的很明确，就是在调侃黄渤的长相。这个时候解释自己的长相改变不了判断标准。黄渤的回复堪称经典，我从来没奢望过进入演艺这一行，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你在台上领奖，我就对自己说，曾志伟都可以拿影帝，我有什么不可以的？这句话成功把对方拉下水，言外之意就是咱俩半斤八两，我丑你还不如我呢。别看话比较长，逻辑很简单，大家应该都学过《夜莺识楚》这篇文章，晏子就屡次用这个方法回怼了楚国国君。说这一天，齐国派上大夫夜莺出使楚国，夜莺这个人相貌平平，身高也比较低，楚国就3番5次刁难他。走到楚国门口，他发现大门紧闭，而大门旁边却开了一个狗洞。晏子就说了，看来我今天到了狗国啊，所以才应该从狗门进。这样一说，楚国大门赶紧打开了，不然就自取其辱了。第1回合晏子完胜。进殿拜见楚王的时候，楚王说，
齐国是没人了吗？怎么让你来？你看这楚王格局也太小了，总是拿人家身高相貌说事儿。不过晏子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不慌不忙。我们齐国派遣使臣都是对号入座，贤明使者去见贤明君主，无能的就去见无能的君主。我是最没用的那个，所以就来这儿了。这样一说，楚国又跟晏子捆绑在一起，损人先损己。第二回合，晏子再胜。最后楚王找个人假扮是齐国的窃贼，晏子则说出了那句名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业图相似，其实味不同。还是化敌为友，你损我就等于损自己。楚王气了个半死。这个方法比较适合用在被别人问刁钻问题或者隐私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故意曲解对方的话的含义，比如偷换问题的概念，或者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这个方法可以说非常照顾对方的面子了。如果对方穷追不舍，那这种人不是情商太低，就是故意找事儿。咱们再举个黄渤的例子，有一次被主持人问到2个女明星谁更漂亮的问题，选谁都不太合适，因为选了一个就得罪了另外一个。这个问题明显就是个坑。黄渤的回答是：我平时听他们2个任何一个人的名字都会头晕目眩，你一下说了2个，我都有点找不着北了。不从正面回答，你让我做选择题，我偏要做问答题，给足了面子又不留破绽。所以说成年人不做选择，要么都要，要么不选。我全都要。还有一些生活场景可以直接拿来套用，比如你的同事张三问你：你都加薪了，怎么还在路边吃东西啊？表面提问，实则讽刺，他的重点是加薪，你就偏说吃东西。我不在路边吃，难道在路中间吃吗？比如你的领导办喜事儿，同事李四想知道你送了什么礼物，包了多少红包。这种事在职场上涉及到一些人情世故，谁多谁少不知道还好，知道了难免会有非议，所以不便透露。李四说：你送了什么大礼啊？你回他：领导什么都不缺，所以我送了一些祝福。李四不识趣，继续问：不发红包吗？你回他：不知道到时候我领导会不会发，你可以去问问他。再比如你回老家，总有一些大爷大妈特别关心你，在大城市一定挣不少吧？你可以回：还行吧，一看我都养发福了。这么大怎么还不结婚？你可以回：大妈你是在嫌我老吗？用装糊涂的方法曲解他们的话，好像回答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让他找不到破绽，悻悻而退。这一招需要你找到对方话里的逻辑。一些人在评论别人的时候，为了凸显观点的合理性，会用一个论据来支撑自己的结论。这个时候你只要找到他用什么论据证明了什么论点，然后你顺着他的逻辑，用他的论点来反讽对方。之前网上有一个段子比较经典，一个记者采访一个骑共享单车的人，记者问：你多大？男子说：40多岁。记者说：在广东这边，40多岁的人一般都开奔驰宝马了，你怎么还骑共享单车啊？不知道这种无脑人是怎么当上记者的。男子话锋一转问记者：那你多大了？记者说：我也40多岁。男子说：40多岁还有人死了呢，你怎么不去死呢？把话说死，然后让对方无话可说。不过正常情况下这么说对方可能会急眼，所以要适当控制一下结论的度。大家应该学过孔融的一个故事，说他10岁的一天去拜访一个叫李婴的人，李婴问他：咱们认识吗？孔融说：我的祖先孔子与您的祖先老子有师生之谊，所以咱俩算是通家之好。当时在场的人都觉得这个小孩不简单，有个人就非常不屑，说了句：小时了了，大为必加，意思是小时候聪明，长大了不定怎么样呢。结论是你长大没准泯然众人。孔融一听，既然你这么说，那就按你的逻辑来，回了句：想君小事，必当了了。在场的人无不称奇，那个人也尴尬的无地自容。生活中也可以经常用到，只要对方是使用论据加论点的句式。你学习这么努力，成绩一定很好吧？回复：你成绩这个样子，一定是没努力过吧？反正你也不忙，帮我把 PPT 改了吧？回复：反正你有钱，帮我把房贷还了吧？女人反正都要嫁人，这么努力有啥用？回复：反正都要死，你还活着干嘛？ Nice。如果你觉得前面这些方法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练习才能掌握，最后这招万能公式可以说即学即用，而且应用范围非常广，不管别人是冷嘲热讽还是直接贬低，都可以直接套用。唯一的缺点是话说出来对方可能会生气，不过既然他都敢随意怼你，你也不用跟他客气，而且1-2次下来他又知道你是有底线的，不会惯着他的臭毛病，以后说话的时候就要掂量掂量了。别人在说你的时候，不要被他们影响情绪，也不要着急为自己辩解，而是直接把话题转移到对方身上，然后加上这4个字儿：果真如此。这样一来，你就反客为主，占据了谈话的主导权，对方也会一脸懵。比如你和同事张三讨论问题，他明显不想听取你的意见，
对你说了一大堆，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啥，你的表达能力有问题。这个时候你可以回复，别人都说你理解能力差，沟通起来费劲，这么一看果真如此。你这么一回复，他就会纳闷，谁说的？我理解能力真的差吗？关注焦点就转移到他自己身上了。再比如一些尖酸刻薄的人，总喜欢贬低别人找优越感。你穿了一件新衣服，他会说你的品味可真差。你拿本书看，他会说装什么文化人。你跑步减肥，他会说胖成这样再减也没用。这些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回复。一直听人说你嘴贱，说话不够大脑，我还不信，现在看来果真如此。怎么样，这个方法是不是非常容易上手？而且你还可以调整修辞来控制评论的轻重程度。如果不想破坏关系，可以委婉一点。如果对方撕破脸皮，你也不用客气。这4种方法基本能把说话没边、口无遮拦的人怼得哑口无言，而且不失体面。外人看来会觉得你情商高，会说话，对方想生气发火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最重要的是，一次吃亏后，他就觉得你不是好惹的，至少在嘴上功夫不如你，下次也就老实了。最后也建议大家3连加收藏，这样方便反复观看和练习。如果有没办法回怼的情况，也可以留言，我再想想办法。